好，表结构创建好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项目的结构。我们这个 Java 1项目呢，使用了3层结构，所以呢，它的这个包啊分的比较多啊。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包，这个 src 文件夹下面呢全是 Java 的源代码，这个 DAO 呢是用来访问数据库的，咱们是数据访问层。Entity 呢就是实体类啊，主要是用来封装这个员工的数据类的，封装这个员工的数据啊。那么 Service 是业务层业务层里面呢比较简单。Servlet 呢就是它的这个 Servlet 啊，处理这个调用业务逻辑啊，然后把数据啊发送回这个网页上面的。这个 Test 的包呢，是一个测试类，待会我们把 DAO 写完以后啊，用 JUnit 进行一个测试。下面这个 Utils 包呢，是一个数据源的一个工具类。我们如果要访问数据库的话呢，咱们首先要连上数据库，那么我们要写一个这个工具类来连数据库。在 src 目录下面呢，还有一个叫 C3P0 config 的一个 XML 文件，这个呢是数据库的连接池的一个配置文件啊，我们使用的是 C3P0 的连接池。然后在 Web 层里面呢，咱们把这个 JS 文件呢是单独的写在了一个 Employee 的这个文件里面，这样的话呢就跟网页呢分开了。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呢，它只有一个 index.xml HTML 文件啊，这是一个静态网页文件我们实现了一个前后端这个分离。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按这个结构来搭建一个项目啊。首先呢，我们建一个全新的项目，就不建在一起了啊。那么我们创建一个 project，选择 Java Enterprise，这上面都用默认值 ，JDK 9.0 ，Java 1.8 ，Tomcat 8.5。好，下一步，然后呢，我们创建一个项目通过模板来进行创建。再下一步，这时候呢，我们起个名字咱们就叫这个员工吧，employee，好，再 finish。好，这个时候我们的项目呢就创建好了。创建好项目以后呢，那么首先呢，咱们先创建这个数据源咱们把这个包全部拷进来这是第一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项目里面依赖了很多架包。那么这个架包呢，在我们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包，有个架包，这里面呢，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包，我把它已经拷进来了。那么我们选过来以后，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一个 XML 文件，这个文件不要选进来了，因为这个文件呢是它的配置文件。我们先把其他的全部复制过来，复制到哪里呢？我们复制到当前的这个项目里面。咱们在这个 Web Info 下面创建一个文件夹，新建一个文件夹 label， 然后呢，把刚刚我们所选中的那些 JR 文件，咱们直接Ctrl V 把它粘贴进来。粘贴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包都已经到了我们的项目里面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还得把这些包要加载到项目里面去，所以我们选中所有的架包，然后点右键，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叫添加到库里面 ，add as library。这个时候呢，我们给这个库起个名字这名字呢随便起都可以。OK， 好，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包就全部加进来了。加进来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那么就创建这个数据源的工具类叫 data source utils。那么这个工具类的作用呢，是用来访问数据库的，也就是说创建数据源。那么这块呢，咱们在这里面创建一个包，新建一个包包名呢我们叫 it 黑马点 utils
OK， 哎，这时候呢，在这里面，咱们再新建一个类，类名呢叫 data source utils，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就创建一个数据源，这是一个数据源的工具类。然后呢，这里面只有一个方法，哎，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得到数据源对象。那么怎么得到这个数据源对象呢？这里面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 C3P0 的，创建一个连接池，哎，也就是称为数据源吧，哎，那么这个我们用私有的，这个类名呢叫 combo pool data source， 哎，大家注意这个包呢实际上是这个 C3P0 里面带的一个包啊，一个库，一个类文件啊，你必须把这个导进来以后才可以得到这个类的。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直接溜出来就行了，直接溜出 combo pool data source， 这是一个无参的构造方法啊。这样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数据源的。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对象返回就可以了，创建一个 public 啊，静态的一个数据源对象 data source data source 啊，注意别选错包了啊。然后 get data source， 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接返回这个 DS 对象就行了啊。好，因为这是个静态方法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得用使用静态的。好，那么我们可以测试一下，看这个数据源能不能得到。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连数据库的话，数据库所有的参数写在哪里？好，接下来我们创建一个 XML 文件，在 SRC 上面点右键啊，新建一个 file。那么这个文件是给 C3P0 做连接池的一个配置文件啊，所以它有几个要求。第一呢，文件一定是放在 SRC 上面。第二呢，文件名啊，咱们叫 C3P0 config 点 XML。然后呢，咱们把这个有关数据库连接的信息啊，把它导到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去。采用这个 U8 的编码。好，接下来呢，咱们这个根源所啊，叫 C3P0 config。然后呢，我们指定它的这个默认的连接配置。好，在这里面呢，咱们有一个配置选项，叫 default config 默认配置。在这里面呢，我们只需要指定连接数据库的一些信息就可以了。好，然后这里面我们指定4项啊。第一个呢，它的 property 属性，第一个是用户名，咱们就叫跟数据库的，假设我这个是叫 root 啊，这里面我们先复制4个。第二个呢是密码啊，那么也是 root，别打错了啊，这个地方。第三一个呢就是 JDBC 的一个连接字符串 JDBC URL， 然后呢这里面我们使用 MySQL 的连接字符串。我们连本机的可以简写啊，用这种方式进行缩写。然后第4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驱动。好，那么这个驱动呢，我们刚刚已经拷进来了啊，这是 MySQL 的一个驱动。那么这个驱动文件呢，
在我们的这个 library 里面啊，就是这个文件啊，在这个包里面啊。好了，咱们的这个配置呢就写完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测试，如果能够正常的获得这个连接池的这个数据源对象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步骤就是成功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再创建一个包，咱们创建一个测试类，新建一个包，好，这时候呢，咱们用 JUnit 来测试一下，我们新建一个类。好，在这里面咱们写一个测试方法 ，get data source。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导入这个包，导入这个测试包，添加进来。我们使用了这个 Ideal 自带的这个JUnit 包，按理说这个地方应该已经导进来了。好，然后呢，我们就来看能不能获得一个数据源对象。调用刚刚我们写的这个工具类啊。如果它能够输出不为空，而且没有报错的话，就表示咱们的这个连接池是获得成功的。好，我们看一下运行结果。好，搞定了。咱们可以看到测试是成功的，而且呢，成功的输出了一个数据源。这样的话呢，咱们的这个工具类就编写成功了。